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由医学博士石原藤树先生撰写的《为什么喝咖啡的人更健康》这本书。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喝咖啡与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章，咖啡是喝了就能延长寿命的健康饮品；第二章，咖啡是保护大脑免受老化的最强药物；第三章，比药物更有效，咖啡是超级肝脏药物。首先，让我们从第一章咖啡是喝了就能延长寿命的健康饮品开始解释。也许在座的一些人已经知道咖啡对健康有益了，所以看到本视频的标题，觉得咖啡对健康有益这件事早已了解，可能会觉得这个视频没什么新意，甚至考虑不再观看。但事实上，我希望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能多看一会儿，因为把咖啡简单视为一种饮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需要大幅度更新对咖啡对健康的认识。仅仅将咖啡视为对健康有益的饮料是不够的。咖啡不仅仅是一种口味饮料，同时也是预防许多疾病的最强药物。但有多少人能真正认同呢？首先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改变对咖啡的看法。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释为什么咖啡对健康有益，以及具体来说，咖啡对我们有哪些健康效果。此外，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讨论咖啡，还将涉及其他科学和医学知识，以帮助改善您的生活。请务必观看到最后。在座的各位中，可能有的人对咖啡持有负面的印象，对吧？实际上，在作者20年前开始研究咖啡时，咖啡被视为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表。不健康的成年人可能会选择在吸烟的同时喝咖啡熬夜工作，或者是喝酒作乐。然而，现在许多健康专家都认为，咖啡是促进健康的最强饮品，这已经成为常识。根据美国最新的饮食指南，每天喝约3杯咖啡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2012年，一篇发表在最具权威性的美国医学期刊上的论文引起了全球轰动。该研究发现，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6杯以上的男性死亡风险降低了10%，女性则降低了15%。根据死因分类，因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差异的，但对于其他死因，如心脏病、呼吸器疾病、中风、感染症、糖尿病、事故等，饮用咖啡的人群显示出明显降低的死亡风险。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单单通过饮用咖啡，各种死因所导致的死亡风险都有所降低。世界上有各种被认为有益健康的食物、补充剂，还有许多药物，它们都声称对健康有益，但实际上，有可靠数据支持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的，不仅仅是补充剂，甚至在药物中也几乎没有。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球最权威的医学期刊中，通过超过40万人的大规模调查，证明了咖啡有延长寿命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咖啡被称为最强的健康饮品。作者称咖啡是药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根据2015年进行的一项针对日本人的研究，已经明确了咖啡的效果。该研究对超过9万名居民进行了健康调查，并进行了平均长达18.7年的长期观察。结果显示，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平均饮用少于1杯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9%，每天饮用1到2杯的人降低了15%，每天饮用3到4杯的人降低了24%，而每天饮用5杯以上的人降低了15%。这些数据表明，饮用咖啡的人群死亡风险明显降低。在这些数据中，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死亡风险最低，而喝5杯以上的人则风险降低幅度较小。这并不意味着喝5杯以上不好，但每天喝3到4杯的人风险最低。因此可以看出，喝咖啡确实可以降低总体死亡风险的数据。这一结论已得到验证，无论人种如何，都适用。虽然没有详细介绍研究内容，但基于对多个人种进行的关于咖啡摄入量与死亡风险相关性的研究显示，通过饮用咖啡，
死亡风险降低的程度最高可达18%左右。咖啡的健康效果是普遍存在的，咖啡可以延长寿命，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事实上，在2017年，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总体死亡风险降低了17%，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降低了15%。此外，癌症发病风险也明显降低了18%。这些结果确实令人惊讶。事实上，综合所有可靠数据并进行分析后，证实了咖啡对健康的益处。根据许多可靠研究结果，每天喝3到4杯咖啡可以将总体死亡风险降低10%到20%。虽然也有数据显示喝更多咖啡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每天喝5杯以上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认，因此最好还是保持在这个范围内为好。根据之前提到的日本人研究，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死亡风险最低，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接下来是第2章，咖啡是保护大脑免受老化的最强药物。咖啡对大脑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已经通过各种研究得到证实。更具体的说，研究表明，咖啡可以降低中风和认知症风险，这是导致大脑老化的主要因素。老化从大脑开始，因此如何延缓大脑老化，对于想要保持年轻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咖啡对中风的影响。在2011年，有一篇综合了11个临床数据并进行分析的论文发表了。根据这篇论文，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患中风的风险降低了16%。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喝5杯以上也可以降低风险，但效果不及3到4杯。可以说，每天喝3到4杯咖啡对预防中风效果最好。中风是大脑老化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通过喝咖啡可以预防中风，我们就能维持大脑功能的健康和年轻。从预防中风的喝咖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咖啡对大脑有积极的影响。咖啡还有预防另一种导致大脑老化的因素，即认知症的效果。2009年，一篇论文在阿尔茨海默病专业期刊上发表，验证了中年期喝咖啡量与老年期认知症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根据这篇论文，每天喝3到5杯咖啡的中年人，老年期认知症的风险降低了高达65%。那么，为什么喝咖啡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积极影响呢？简单来说，咖啡通过减弱大脑内抑制性神经传递物质的作用，提升情绪，激发大脑功能。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喝咖啡可以降低抑郁症的风险。根据2011年的一项研究，追踪了5万名女性，25年后发现，每天喝4杯以上咖啡的女性抑郁症的风险降低了20%。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咖啡不仅对身体有益，对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的结论。喝咖啡不仅可以预防中风和认知症，还能提高大脑功能。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受到喝咖啡后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提升，这一点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喝咖啡可以显著提高集中力和注意力，喝咖啡可以提高考试成绩。喝了咖啡后，大脑会变得更加敏锐。一项对1000名长途卡车司机进行的调查发现，摄入咖啡的司机发生事故的风险降低了63%。由于大部分车辆事故主要由疲劳引起，所以喝咖啡可以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效果在这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此外，还有数据显示，咖啡对帕金森病也有一定的功效。大家可能听说过帕金森病这种疾病吗？帕金森病是由于脑部异常导致身体运动障碍的疾病，主要在老年人中较为常见，被称为罕见疾病之一。据称，目前日本有约20万名患者。帕金森病的原因是大脑内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患上帕金森病后，大脑内的多巴胺神经元减少，导致多巴胺的产生不足，进而影响了运动调节功能，出现手颤抖、行走困难等症状。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患者甚至无法独自行走，而必须过上坐轮椅或卧床的生活。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由于帕金森病患者无法自如地活动，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对于那些原本计划享受退休生活的人来说，一旦患上帕金森病，他们很可能无法充分享受退休生活。由于帕金森病是逐渐发展的，因此预防至关重要。这就是咖啡的作用了。事实上，据了解，经常饮用咖啡的人，患帕金森病的几率较低。一项大规模的综述研究报告显示，每天饮用3杯咖啡的人，患帕金森病的风险降低了29%。而其他研究也证实，每天饮用3到4杯咖啡可以将患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降低25%，并且随着饮用量的增加，风险进一步降低。换句话说，喝咖啡的频率越高，患上帕金森病的可能性就越低。现在，通过介绍各种研究结果，我们已经了解了咖啡如何保护大脑免受老化，如何保护大脑免受可怕的疾病，以及如何提高大脑功能。咖啡短期内可以改善您的情绪，并增强您的注意力、专注力和记忆力，而长期来看，它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此外，它还可以降低中风和认知症等大脑老化的风险。可以说，咖啡确实是一种神奇的饮品。接下来是第3章，比药物更有效。咖啡是超级肝脏药物。咖啡对肝脏疾病的良好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大量研究的证实，咖啡可以改善肝功能指标，对于 B 型肝炎、C 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功能障碍、胆结石等几乎所有原因导致的肝功能障碍都有所帮助。可以说，咖啡是肝脏的超级药物。肝脏是非常勤劳的器官，只有在达到极限时才会发出警报。即使肝脏受到损害，症状也不容易出现。而且，当症状出现时，肝脏的损害已经相当严重了。因此，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疾病可能在没有疼痛等症状的情况下进行。当肝功能下降时，除了全身症状如乏力、易疲劳、食欲不振等外，还会出现各种症状。在肝脏发出警报之前，我们应该避免对肝脏有害的生活习惯，并确保认真照顾肝脏。目前，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尚未开发出针对慢性肝脏疾病的确切有效药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肝脏疾病都通过科学研究证实了咖啡的有效性，可以说是超越常规药物的超级药物。听到这些的人中，可能有人在健康检查中被告知肝功能指标异常。对于这样的人，可能要考虑养成定期饮用咖啡的习惯，因为研究已经确认，咖啡可以改善肝功能指标。大家可能听说过肝硬化这种疾病，它指的是肝脏组织逐渐变得坚硬，这是因为肝细胞发生炎症并持续受损，导致肝脏组织逐渐形成硬结，就像伤口结痂一样。随着硬结的增生，正常的肝细胞逐渐减少，导致肝功能减弱，即肝功能不全。肝硬化是肝功能不全的原因之一。一旦肝硬化发展，就会存在生命危险。肝硬化也常常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因此，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对肝脏造成损害的行为，同时培养喝咖啡等对肝脏有益的习惯，对于预防肝硬化非常重要。事实上，咖啡对肝脏有着惊人的积极影响。根据对临床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2015年论文报告，喝咖啡可以将肝纤维化的风险降低27%，肝硬化的风险降低39%。换句话说，仅仅是喝咖啡就可以将肝硬化的风险降低近40%。这样具有肝硬化预防效果的药物，包括医疗药物在内，几乎是不存在的。肝硬化状态下患肝癌的风险会增加，而喝咖啡则对预防肝癌也有显著效果。一项2013年的研究显示，喝咖啡可以将患肝癌的风险降低40%。据了解，每天喝3杯以上的咖啡，效果会更好。
甚至可以将肝癌的风险降低56%。综合这些研究结果，每天喝3杯咖啡不仅是目前最有效的肝疾病预防方法，而且在预防肝癌方面也非常有效。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讲述了喝咖啡对肝脏的极其有益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已经充分了解定期饮用咖啡对肝脏健康的益处了。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咖啡如何预防糖尿病这个话题。听到糖尿病这个词，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形象呢？可能会想到糖尿病通常是发生在比较胖的人身上，或者认为与自己无关，或者认为糖尿病是老年人得的疾病。但开始进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日本20岁至79岁的糖尿病患者已经达到了720万人。而如果考虑到可能患有糖尿病但尚未就医的人群，这一数字超过了1000万人。如果再加上潜在的患者，实际上有成年人的1/6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可能会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的疾病，因此及早发现、及早预防非常重要。那么，听到糖尿病有这么多患者，你们有何感想呢？可能会感到惊讶，但首先要认识到，糖尿病并非仅仅是别人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糖尿病呢？最重要的是改善饮食习惯。我们不是突然患上糖尿病的，而是由于长期累积的不良生活习惯，尤其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了糖尿病的发生。虽然听起来很平常，但预防糖尿病需要每天注意糖分的摄入量，同时养成喝咖啡的习惯也非常有效。实际上，根据对超过110万人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已经证明咖啡具有预防糖尿病的效果。根据2010年发表在糖尿病专业期刊上的论文，通过对登记的超过110万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更具体的说，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3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近20%，而每天喝5杯的人的风险降低了近30%。多喝咖啡效果更佳。根据这项研究，喝咖啡的频率与患糖尿病的风险呈负相关。然而，对于其他疾病的风险，有时喝超过5杯咖啡反而会增加风险。因此，综合考虑，作者认为每天喝3到4杯咖啡在平衡上更为适宜。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药物或补充剂被证实具有预防糖尿病的效果。因此说，咖啡是最强的糖尿病预防药，并不言过其实。关于咖啡如何预防糖尿病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但据推测，咖啡中含有的一种多酚类物质，叫做绿原酸，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多酚类物质是植物为抵御氧化而产生的成分，对人体也具有预防氧化和老化的作用。绿原酸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成分。根据可信赖的数据，每天摄入1200毫克绿原酸可降低血糖，并提高胰岛素的作用。通常一杯咖啡中含有约150毫克绿原酸，虽然数量上较少，但可以肯定，绿原酸是咖啡预防糖尿病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至此，我们已经介绍了咖啡对肝脏和糖尿病的益处。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咖啡的健康饮用方式，然后结束本期视频。首先是冲泡咖啡的方法，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总的来说，滤泡式咖啡是最佳选择。速溶咖啡和普通咖啡在健康效果上没有区别，所以两者都可以。对于听到咖啡对健康有益，但又对其含有的咖啡因担忧的人来说，可能会想知道去咖啡因的咖啡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健康效果。目前并不能确定所有去咖啡因的咖啡都具有与常规咖啡相同的健康效果，但有关糖尿病预防等方面的数据表明，去咖啡因的咖啡与常规咖啡并无差异。因此，对于不喜欢咖啡因的人来说，建议选择去咖啡因的咖啡。关于喝咖啡的时间，如果没有胸闷感，建议在饭前喝，因为绿原酸具有降低饭后血糖的作用，
所以在进餐前喝咖啡更为有效。然而空腹时可能会增加胃酸的分泌，而喝咖啡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患有逆流性食道炎或胃炎的人在饭前喝咖啡可能会引起胸部灼热或疼痛，因此对于胃酸过多或胃部不适的人来说，建议在饭后喝咖啡更为合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